长信曝光与抑郁症斗争的心路历程。2025年1月29日，赵露思在个人微博上发布了一封引起广泛关注的长信。这封信不仅让她成为热搜话题，还深刻揭示了她与抑郁症斗争的心路历程。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赵露思的勇气和坚持激励了无数粉丝和观众。她的这封长信可以说是她近年来最为坦诚、直击人心的一次公开分享。赵露思公开抗抑郁历程，勇敢面对心灵挑战。赵露思的长信首次向大众透露了她与抑郁症斗争的真实经历，这让许多人为她的勇气与坚韧所动容。作为一名公众人物，赵露思一直生活在聚光灯下，但这并没有让她免于心理健康的困扰。她的坦诚使得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她，背后隐藏的不是光鲜亮丽的明星形象，而是一个与内心黑暗做斗争的人。抑郁症的治疗过程并不是短期的，也不是立竿见影的。从2019年开始，赵露思就陷入了抑郁症的困扰。她形容自己常常感到无助和绝望，身心的疲惫几乎让她失去了生活的动力。她在长信中提到，很多时候抑郁症让人不想起床，甚至连最简单的生活琐事都变得无法完成。这种情感的低谷和无力感，对于普通人而言已经足够沉重，对于一位公众人物来说，更是要面对来自外界的误解和压力。很多抑郁症患者的心情可能与赵露思相似，觉得自己在无形中被困住，外界的评论和压力常常让人更加沉溺于自我怀疑之中。赵露思的分享让我们意识到，抑郁症并不是简单的情绪波动，它是一种长期、深刻的心理困境，需要专业的治疗和理解。而她能够站出来，公开自己经历的过程，也是在为广大心理问题困扰的人们提供一个勇敢的榜样。很多时候，我们感到抑郁是因为外界的评价和期望，让我们无法真正接纳自己。赵露思在信中说道，她提醒大家，抑郁症不仅仅是心理上的问题，它同样会影响到患者的身体健康、情绪波动和日常生活。她通过自己的分享，鼓励更多人走出自我封闭的状态，寻求外界的帮助与支持。关于利用疾病炒作的回应，营销背后的意义，赵露思在信中直面了关于利用抑郁症炒作的争议，表明自己并非为了吸引眼球而公开疾病的情况，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让更多人意识到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抑郁症不仅仅是一个私人的痛苦，它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通过他的分享，赵露思希望让大众对这一疾病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破除那些对抑郁症患者的偏见。我并没有为营销而拍摄视频，也不是为了博取关注才晒出照片。我只是想记录自己的每一天，分享我在治疗过程中的一点一滴。赵露思如此解释自己发布视频和照片的动机。她不回避自己在传播过程中所做的营销，但她强调的是，这种营销的意义远超个人利益的获取。在大众眼中，明星的营销似乎总是带有一定的商业目的，这也是赵露思面对批评时所需要承担的社会压力。然而，她通过自我辩解，表明了她的初衷并非为了商业化操作，而是希望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更多人打开了解心理健康的大门。她强调，营销可以传递正能量，它可以让那些忽视抑郁症症状，认为这是个小问题的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个问题，给予患者更多的理解与支持。她坦言，抑郁症患者往往需要社会的理解与接纳，而这些理解与接纳恰恰通过他所说的营销才能传递到更广泛的人群中。赵露思的这番话实际上也是对社会偏见的一种温柔反击。抑郁症并不是虚伪的炒作，它是深刻的病痛，患者和普通疾病患者一样，理应得到社会的关怀和支持。赵露思的康复之路，从挣扎到希望。赵露思的康复过程充满了挑战，但也透露着希望。她在信中详细描述了自己在抗抑郁症的过程中如何从初期的绝望走向了一点一滴的恢复。她分享了自己的努力，每一次的自我激励，每一次的心理治疗，每一次接受爱与鼓励的瞬间。这些小小的进步都是她逐渐走出阴霾的痕迹。赵露思提到自己在治疗过程中深知孤独和无助的感受。她说，
每当心情低落时，最希望的就是有人能懂我，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安慰，而是能真正体会我内心的挣扎。他也坦言，虽然自己在公众眼中可能是光鲜亮丽的明星，但他的内心曾经也经历过无数次的低谷，甚至有时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在他的治疗过程中，身边的朋友和家人给予了他无私的支持。立刻好起来的群聊是我康复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在那里，我们分享治疗的进展、康复的小技巧，甚至是一些简单的幽默和搞笑的自拍，这些都让我感到不再孤单。赵露思说，正是因为周围有着真挚的关心和支持，他才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继续迈步前行。赵露思还提到，尽管抑郁症是一条漫长的治愈之路，但他已经学会如何在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力量。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让我意识到自己并非无力，而是需要一点一点的努力去改变。他的这一段话带给了许多正在挣扎的人希望，告诉我们，尽管治疗过程漫长，但只要保持积极的态度，勇敢地面对自己，我们就能逐步恢复，走出阴影。赵露思的呼吁，不要羞耻，不要害怕，学会接纳自己。赵露思在她的长信中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她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心理健康污名的反思和呼吁。她在信中强调，抑郁症并不是一种需要隐藏的病症，也不是一种羞耻。事实上，抑郁症和其他任何身体疾病一样，应该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尊重。对于赵露思来说，自己患有抑郁症并不意味着她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反而是因为她能够正视自己的问题，并且勇敢面对，她让她成为了一个更加坚韧和成熟的人。不要羞耻，不要害怕，学会接纳自己。赵露思的这句话是对所有抑郁症患者最重要的忠告。因为很多人都抱有一种误解，认为自己患上抑郁症就是一个弱者，或者认为这是自己无法控制的负面情绪。在他的长信中，赵露思告诉大家，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他说，抑郁症并不是单纯的心情不好，它是一种深刻的心理疾病，患者常常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波动，甚至有时候会感到无助、空虚或绝望。它带来的不仅是情绪上的困扰，更是身心的摧残。然而，最重要的并不是患者的弱与强，而是他们如何面对这种疾病。赵露思鼓励每一位正在经历抑郁症的人，不要压抑自己的情绪，不要为此感到羞愧。他提到，接受和理解自己的情绪，才是战胜抑郁症的第一步。通过接纳自己，你才能更有力量去面对和战斗这个隐形的敌人。他特别强调，在治疗过程中，情绪波动是正常的。很多时候，抑郁症患者会感到内疚，认为自己情绪低落让周围的人感到困扰，甚至觉得自己无能。赵露思指出，正是这种负面的自我评价加剧了患者的痛苦。他提醒大家，不要对自己太过苛刻，任何情绪的波动都是自我疗愈过程的一部分。赵露思的勇敢与力量赢得观众的尊重与钦佩。赵露思的勇敢让她在娱乐圈中的形象变得更加立体和真实。她不仅是一位演员，也是一位经历过心理困境并成功走出来的战士。这份力量不仅来自她坚强的个人意志，还源自她愿意将自己的痛苦和困扰公之于众，帮助更多的人看到希望和可能。在许多公众人物的生活中，尤其是在明星圈，个人形象往往是被高度包装和保护的。许多明星都会在公众面前展现出最光鲜的一面，掩盖自己生活中的任何不完美。然而，赵露思却选择在最脆弱的时刻敞开心扉，分享自己与抑郁症斗争的经历，这让她获得了观众更多的共鸣和尊敬。尤其是她面对网络上的质疑和非议时，她并没有选择回避，反而更加坚定地为自己发声。她公开承认自己正在与抑郁症斗争，这一举动不仅让他的粉丝感到震撼，也让许多人开始重新审视抑郁症这一心理健康问题。赵露思并没有因为外界的误解而放弃自己内心的声音，而是通过自己的平台和影响力，让公众意识到抑郁症的真实面貌。他说，如果我能通过我的故事，让更多人理解抑郁症，那么这一切就有了意义。赵露思的勇敢不仅体现在她面对病痛时的不屈不挠，也体现在她对自己内心的坦诚。
通过公开承认自己正面临的挑战，他帮助了无数人感受到自己并不孤单。在他的长信中，他鼓励那些和他一样正在经历抑郁症的人，不要畏惧自己的情绪波动，要勇敢地寻求帮助。他表示，当我们开始接受自己的情绪时，我们才会真正的有力量去改变它。赵露思通过自己的行为向公众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号：抑郁症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它并不是一个人的失败，而是一种可以治疗的病痛。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抑郁症患者并不需要被贴上脆弱或无能的标签，相反，他们应该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正是这种接纳和支持，才能真正帮助患者走出困境，重拾生活的信心。赵露思的这封长信不仅让他在粉丝心中树立了更为坚强的形象，也让公众更广泛地关注到了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性。在未来的日子里，他的勇敢无疑将继续激励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正在与抑郁症做斗争的人，去勇敢面对自己的情绪，接纳自己，走出困境，拥抱新的生活。赵露思的长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他，他不仅是荧幕上的明星，更是一个与内心痛苦搏斗、坚韧不拔的人。我们应该感谢他的坦诚与勇气，也应该对所有正在与心理问题做斗争的人们表示支持和关爱。如果你也在与类似的困境斗争，记得你并不孤单。心理健康问题值得被关注，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获得帮助。感谢大家观看本期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对赵露思长信的看法，或者你自己的抗抑郁经历。我们一起为心理健康发声，共同传播正能量。感谢您的支持与关注，我们下期再见。